波乌联手组建特遣部队，目标直指克里姆林宫。地平线行动启动，1万名波兰士兵保家卫国。俄罗斯进攻北约，侦察舰激光致盲英军机。俄无人机越境再次入侵罗马尼亚。太空暗战升级，俄卫星突变轨道监视德军设施。豹2 A8 登场，德国30年来推出首款全新坦克。波音火力全开，爱国者导弹产能翻3倍，新工厂进入战争节奏。俄武器遇冷，全球份额暴跌至 7.8%， 世界第2彻底成为历史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欧洲局势愈发紧张，俄罗斯的挑衅已经升级，贯穿了海陆空3个领域，从地面铁路到苏格兰海域，又从北约成员国领空闹到太空卫星。波兰、英国与德国都遭遇不同程度的骚扰，而北约这边也不再只是口头抗议。波兰和乌克兰联手动员1万名士兵保卫欧洲，德国推出豹2 A8， 连美国波音都进入战时状态。反观俄罗斯，不仅前线没占到便宜，连靠卖武器赚外汇的老本行都快撑不下去了。今天咱们就顺着这几条线聊聊欧洲局势。11月19日，泽连斯基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，他跟波兰总理图斯克会谈后，决定成立一个乌克兰波兰联合工作组，专门对付俄罗斯的破坏活动。之前波兰的华沙铁路线被毁，波兰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这就是俄罗斯破坏分子干的。而且这种破坏活动每天也在乌克兰的铁路系统中发生。面对这种已经骑到脸上的挑衅，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彻底爆发了。他在议会上宣称俄罗斯是波兰的敌人。紧接着，波兰外交部也给了俄罗斯一拳，撤回对俄罗斯在格但斯克领事馆的运营许可。在外交上，这基本是驱逐出境的前奏。但波兰知道，光靠外交和联合工作组是不够的。波兰军队总参谋长库库拉还亲自出面提醒国民，说马上要到假期了，很多波兰人会用公共交通，敌人很可能会趁这个时候动手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波兰启动了一项代号为地平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。根据 RMF 的报道，这个行动11月21日就会开始，计划动员1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。这1万名士兵可不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，而是从波兰陆军、空军、特种部队以及国民警卫队中抽调的精锐力量。主力是机械化步兵和工兵部队，配备了豹2系列主战坦克、谢氏自行火炮、先进的反步兵和反无人机装备，专门针对基础设施防护和敌后渗透打击。而且波兰近年来一直在提升军费，这些士兵大多接受过北约标准的联合军演训练，协同作战能力靠谱，应对突发破坏的效率很高。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·卡米什直言，这是同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，可见波兰有多重视。除了这些，波兰还打算在12月中旬推出一款移动 APP， 可以标位置、传照片，让老百姓能随时举报可疑情况，这等于是把全民都变成安全员了。就火力军来说，这1万名士兵部署之后，确实能给波兰的关键设施穿上一层铁布衫，物理防御拉满。但混合战争最难防，那些藏在暗处的破坏分子，光靠人海战术死守，难免会有百密一疏。这时候，乌克兰的加入就至关重要了。乌克兰跟俄罗斯情报机构斗了这么多年，太熟悉俄罗斯特工那套渗透把戏和联络方式了。有了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实战经验，波兰的反间谍网能够从死守变成主动出击，这才是让莫斯科最头疼的。波兰出人，乌克兰出脑的联手反制，可以斩断俄罗斯破坏行动。波兰这边双方的较量还是阴招，在海面上，俄军的行为就已经变成了实际的进攻。这一次受害者是英国皇家空军。在苏格兰附近，俄罗斯的洋塔侦察舰用激光致盲了英国的 P8A。当时一架英国 P8A 正在执行例行的监视任务，这本来是冷战以来的常态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保持距离也就相安无事。不过这一次俄罗斯不讲武德，船员直接操纵舰载激光武器，对准空中的英国飞机进行了长时间照射。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直接将其定性为敌对行为。激光照射只是晃一下眼睛那么简单，军用级的高能激光，其能量密度足以瞬间烧毁飞行员的视网膜，造成永久性失明，还能烧毁飞机的光电传感器。在复杂的飞行条件下，这极有可能导致飞机失控坠毁。在海上恶劣天气下，飞行员突然眼前一片白茫茫，什么仪表都看不见，这和直接发射防空导弹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是一种更加阴险、更难取证的灰色地带战术。如果 P8A 坠机了，
俄罗斯可能会说英国飞行员操作失误，跟自己没什么关系。在这方面，俄罗斯已经是惯犯了。早在2025年7月，这艘杨塔号在侦察苏格兰水下设施时就干过同样的事。使用激光致盲对手已经成为俄罗斯海军的一项标准作业程序。火力军觉得，虽然北约不会因为这一束激光就直接开火引发3战，但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接下来的应对肯定是软硬兼施。一方面，给飞行员全员配发更高级的抗激光护目镜，给飞机的传感器加装防激光滤波片，也就是给眼镜和设备戴上更厚的墨镜。另一方面，下次这种侦察舰再敢搞动作，北约的军舰可能就不只是礼貌伴航了，而是会直接贴身挤压航道，甚至动用更强的电子战手段进行反向压制。你炸我的飞机，我就干扰你的雷达和通信，把你的侦察船也变成聋子和瞎子，以眼还眼。如果现在不进行反制手段，俄罗斯恐怕会蹬鼻子上脸。海上刚出完事，这天空也不太平。罗马尼亚又一次遭遇无人机入侵。11月18日深夜，罗马尼亚雷达发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领空，这直接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机制。驻扎在当地的德国台风战机以及罗马尼亚 F-16战机在凌晨时分紧急升空拦截这架无人机。这架无人机在北约领空足足飞了10几分钟，从摩尔多瓦边境一直深入到了多瑙河地区。虽然最后没有发现残骸，但这是对北约防空反应速度的一次极限测试。俄罗斯无人机入侵罗马尼亚领空，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了。俄罗斯无人机反复越境，就是在试探北约的底线。如果这是一架挂载了炸药的自杀式无人机呢？要是发生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无人机对罗马尼亚造成了损失，火力军觉得北约会直接动手反击。现在的监视已经吓不住俄罗斯了，大多数北约国家都在修改交战规则，不再等到无人机坠毁或者确认攻击意图，而是在雷达确认越境的第一时间就授权防空导弹或战机将其击落，把危险直接扼杀在空中。加上无人机强计划，北约大概率会在边境部署更密集的电子战干扰系统，直接烧毁越境无人机的飞空电路，让俄罗斯的无人机变成有来无回的废铁。陆地和海洋的危机还没解除，头顶的太空又传来了警报。德国国防部最近发现自己在太空中的卫星正在被俄罗斯偷偷监视。以前太空只是探索领域，现在已经成了战场。据德国媒体塔格绍报道，外国航天器的军事干扰案例正在激增。如果你是德国卫星的操作员，你会看到这样惊悚的一幕：一颗俄罗斯卫星就像一个不怀好意的尾随者，突然改变既定轨道，加大马力，直冲冲地飞向你的卫星，抢占更有利的监视阵位。俄罗斯的目的就是监视德国联邦国防军设施的位置，这些设施里有乌克兰军人正在训练。德国专家表示，自从俄乌战争开始，这种事在德国空间态势感知中心已经不算新鲜了。每次发现威胁，乌埃德姆的部队就得赶紧行动，把乌克兰军人的训练转移到室内，就怕被太空里的卫星监视。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最近罕见地在公开场合大发雷霆，他在航天大会上直接点名，我们的2颗卫星正被2颗俄罗斯侦察卫星死死咬住，甩都甩不掉。除此之外，法国卫星监视公司奥尔多利亚发现，从2023年4月开始，俄罗斯卫星好几次异常接近德国卫星，最近的时候才140公里。专家说，这个距离足够截获卫星信号了。今年夏天，俄罗斯还从地面站攻击过德国卫星，导致通信中断了好几个小时。英国也遭受过干扰，英航天司令部司令说，俄罗斯每周都在干扰英国军事活动。马克龙更是直接说，太空已成为战场。德国也没光说不做，已经发布自己的太空安全战略。到2035年投350亿欧元搞航天项目，还让莱茵金属和卫星制造伤兵眼，合资的德国生产卫星，这是要自己掌握太空主动权。面对俄罗斯在海陆空全方位的挑衅，抗议是没有用的，手里必须得有真家伙。沉寂了30年的德国坦克工业憋出了一个大招，豹尔 A8 已经亮相。面对俄罗斯的各种挑衅，北约国家也没闲着，德国直接亮出了大杀器，全新的豹尔 A8 坦克。KNDS 公司在德国正式展示了这款坦克，这不是什么老旧型号的修修补补，而是德军30多年来第一次从零开始制造的全新坦克，纯粹是应对现代战场而生。德国自己一口气订了123辆，计划2027到2030年投入使用，用来取代现有的 2A6 和 2A7， 成为德国陆军的主力。而且这款坦克还没正式投产，就已经成为欧洲军火市场的抢手货。立陶宛买了44辆，捷克买了44辆，荷兰买了46辆。这样一来，这些国家的坦克车队就能互通，后勤和维护也能简化。
打仗的时候，装备能通用，后勤不拖后腿太重要了。这对于提升北约的整体战斗力来说意义重大。巧的是，乌克兰装甲公司也开始生产埃布拉姆斯和豹2的炮弹了。以后豹2 A8 要是部署到欧洲，甚至卖给乌克兰，炮弹供应都不用太担心。各位觉得豹2 A8 会不会成为欧洲装甲主力？地面有新坦克，防空也得跟上。波音已经开足马力进入战时生产状态。随着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，波音正在疯狂扩展其导弹防御生产基地。就在几天前，彭博社报道称，波音开设了一座全新的4万平方英尺的工厂，专门用来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关键零件导引头。波音这次是真的拼了，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将产量直接翻3倍。波音国防部门的负责人史蒂夫·帕克很凡尔赛地表示，我们早就预见了需求，在客户开口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砸钱投资了。这话说的稍微有点夸大。波音扩产的原因很简单，爱国者太火，已经供不应求。乌克兰用爱国者系统打下过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，证明这系统靠谱，有实战证明，订单自然是越来越多。而且爱国者导引头属于北约导弹防御的关键部件，加上很多欧洲国家把自己的爱国者系统和拦截器都给了乌克兰，现在急需补货。在这一系列情况下，波音必须扩大产量。2024年的时候，波音的产量已经创了历史新高，超过了500枚。但对于乌克兰和北约各国来说，这还只是杯水车薪。从这点来看，波音这个新工厂的投产，就是为了稳住2022年以来紧张的供应链。考虑到爱国者也是乌克兰防空的主力，现在波音扩产会不会让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再上一个台阶？欧洲这边热火朝天的重整军备，俄罗斯那边就惨到家了。其军工正面临着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危机，全球份额暴跌至 7.8%。根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，德国国家技术集团 CEO 谢尔盖·切梅佐夫自己都承认，受乌克兰战争和全球竞争影响，俄罗斯武器出口额从2022年起已经腰斩。以前每年能赚140亿美元，现在连一半都不到。数据是不会撒谎的。自2022年以来，俄罗斯武器出口额暴跌 92%。以前俄罗斯有47个老客户，现在只剩下33个，还在硬着头皮买。曾经稳坐全球第2把交椅的俄罗斯军工，现在已经被法国无情地挤了下去。全球市场份额从 21% 跌到了可怜的 7.8%， 连全球第2大武器出口国的位置都丢了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简单。第一，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自己的武器都不够用。现在前线打得还那么紧，导弹、坦克、炮弹都要优先供应俄军，哪还有余粮卖给别人？之前印度送到莫斯科维修的坦克都被普京拿到战场了。第二，那就是俄制武器的神话破灭，这也是最致命的。以前俄罗斯总说自己的武器是世界一流，什么 S-400 无法穿透，什么 T-90 坚不可摧，结果到了乌克兰战场上一亮相，大家才发现表现跟数据完全不一样。S-400 拦不住几百美元的无人机， T-90 被标枪导弹一发入魂，甚至发生了炮塔飞上天的名场面。买家又不傻，印度、越南这些老客户看着俄制武器在战场上的拉胯表现，心里都在打鼓。我花大价钱买这玩意儿回去，真的能保家卫国吗？于是纷纷转头去买法国的阵风、美国的爱国者，甚至是韩国的 K2。战争是武器最好的试金石，也是最残酷的广告牌。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，不仅输掉了现在的战役，更输掉了未来几十年的军工市场。如今，俄制武器这4个字正在从暴力美学的代名词变成落后产能，那个 7.8% 的份额都不一定能保住。就算是保住了，俄罗斯军工想恢复当年的荣光，恐怕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了。这对于一个依靠能源和军工立国的国家来说，无疑是致命一击。这个结果，火力军很喜欢，美欧也很想看到，纸老虎才是好老虎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下，俄罗斯还能撑多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